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一个粉丝推荐我来探一家小区里面的店，这个位置在龙泉，成都龙泉大面。然后他说他们家楼下的红烧肉做的非常不错，以红烧肉作为一个品牌来做的一道菜，大家跟我去看一下怎么样？看到了，在那里。 叫口福来，3家铺子在一起的。哦，它这个是带商标的，它这个有点仿港式风格。看一下这道做了40年的菜到底怎么样？问左南人左南。好。哦，你们都来了。哦，先点菜，我们4个人，红烧肉39.9块，来都来了，4个人点个大份吧，59.9块，再点一个小煎鸡。 老成都竹林白肉，这个就是老菜啊，点一个传统经典的，这个点小份吧。干腰火炒18串，要不要试一下？点一个吧，干腰火炒啊。现在是160块6毛，人均看起来不高。像他那个厨房的话，可能应该只有2、3个灶。走，看一下。这里有几张外摆，中间厨房，出完菜两边端，它这个减少了很多弯弯绕绕的地方。 它这个一个店大概就70个平方，你没有发现它这个隔断很有意思啊？乒乓球台，随时可以开，随时可以合。上菜了，来，第一道菜啊，老竹林白肉，川式蒜泥白肉的创始，发明的地方就在老竹林。它这个调味不放什么盐啊、味精啊那些东西的，全靠复制酱油，然后就是蒜蓉，蒜蓉呢还不能刀剁，要用那个我们这里叫什么？我还中本这个，最后浇那个红油。 这样才正宗。还有，这是一个热拌菜，如果说吃这个菜是凉的就不正宗了。尝一个，没看错的话就是2道肉。做法正宗，但是这个酱油复制酱油可能过咸了一点，有可能是熬的时候糖没加够。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熬得太久了，把水分蒸发完了，那个酱油就比较咸，偏咸这道菜，入口第一感觉。 蒜蓉是挺香的，红油也挺香。你看，这个是很正宗的2道肉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肉它必须热拌，就是说切好了之后必须在开水里面打一下，然后再放到上面，然后紧接着浇这3个汁。这个汁里面临时添了味精，因为我嚼到了，就像我前面说的一样，老竹林白肉是不加的，肉很新鲜，也不柴。 肯定是今天现煮的，唯一的感觉就是偏咸。然后这个上面有辣椒的渣，按道理说是不加渣的，只加油。跟我印象当中的老竹林白肉呢，还是有一点出入的，主要是体现在味道上面。那这道菜的话，我觉得就一般。它里面垫没有垫东西？这下面必须得垫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，19.9块，不可能是净肉。哦，豆芽。这个是豆芽啊。 肉大概就是100克的样子，19.9块，价格不贵啊。但是说实话，价格不贵，而且作为一个肉菜，好，下一个，我们这个点的是大份，端上来的酱色比较重，有一层油，看到没？上了个底座，这个器具是选对了啊，选了这种，下面是底色带深色的哈。我先来一块瘦的啊，这块偏瘦。看这好黑呀！ 我要试一下是酱还是说糖色烧出来的啊？中间这个肉不柴，有点酱味。这个肉肥啊，但是不腻。这个酱很香啊，它不是糖出来的那种纯甜的味道，我估计是放了蜜饯之类的东西。但是它这个古法的话，其实就是说不清楚的一个技法。能够说得清楚的话，就不是古法了。再是一块正常的啊。 哎，这块很正常，这块是五花肉，看到没？3条线。它这里面很奇怪啊，它有2道肉里面，它不是纯的五花肉。再试一下这个，很糯，肉香味很浓，瘦肉不柴。这里肉的话大概有1斤，如果是鲜肉的话，可能要超过1斤。你别看颜色不怎么好看，我觉得这个肉还挺好吃的，软嫩，肥而不腻，瘦肉不柴。 肉香味浓，看来人家用这个做牌子还是有那么个说法。它是怎么能做到瘦肉不柴，而且肥肉又不破的这种状态？肉柴都是大火烧啊，把肉里面的水分脱水了，它留下瘦肉的地方肯定是柴的。
然后大火烧呢，容易把肥的地方烧破、烧烂。应该温度控制在80-90度吧，烧几个小时出来，它就是这样子。在西餐里面叫低温慢煮，在我们中餐就叫做煨嘛。59.9块，它这个里面可能有一点点技术含量的价格在里面，但是不多，溢的不多，一点点。你们开了好久的街的呀？这个店是前年做的。哦。他只开了一家是不？啊，菜来了，来了。干药合炒38.9块，学习一下分量啊。腰子的话，大概就是放了一个的重量大概就是2两5，2两到2两5之间。先尝一下腰花啊。其实这个腰花，我先不说吃进去味道怎么样啊，这个碎切的太小了之后呢，没有口感，刀工还是差一点点。再是一个，生粉挂多了，看到没有？这已经起坨了。这个在炒腰花里面是一个大忌。口味就是咸鲜味，微辣，有一点点泡椒的微辣，咸淡正好，口感也还好。腰子还是比较新鲜，吃得出来。尝一个猪肝，都挺嫩的，说实话都挺嫩的。这个腰子呢，在这个成都炒法这里面稍微中等偏下一些，生粉芡上的稍微重了一点。按道理说，我私下试过，这个放土豆淀粉，不要放生粉，生粉要起坨。淀粉它虽然说上来的时候一会儿它会泄汁，但是呢，它不会说一坨一坨的吸在这个食材的表面。然后价格的话38.9块，我觉得是偏贵了一点点，但是不多。因为这道菜就是35左右，干腰合炒，在同等腰子的分量之下。好，下一道藿香小煎鸡29.9块啊，这个价格算便宜了。哦，如果端上来我不看名字的话，我觉得它叫青椒炒鸡丁比较合适。作为自贡的名菜，小煎鸡为什么叫小煎？里面必不可少的红辣椒、小米辣，一定是跟这个青椒反转过来，一片红端上来才对。尝一下味道，29.9块。这个鸡是买的普通的鸡腿肉切的肉下来，有点藿香的味道。这个辣椒选的不太好，这个辣椒一炒会出水啊，会出很多水。这个作为一个工作餐来讲还挺不错的。所以说不叫自贡小煎鸡，但是小煎鸡它的技法就是一锅成菜，干香的，29.9块啊，口福原创。如果说他自己本店的原创呢，那无可厚非，人家想叫什么就叫什么，对吧？这道菜就是比较普通，青椒没选好，选到了出水的青椒。总的来讲，我现在尝完了这几道菜了之后呢，红烧肉确实做得不错。如果说硬要打个分的话啊，能够达到95分以上。我觉得稍微减了一点点分的话，就是这个颜色的问题。剩下的这些菜的话就是当陪衬。然后它这个价格整体来看呢都不贵，我们4个人点4个菜160，人均40块钱。如果你是红烧肉的爱好者的话，我推荐你5公里都可以，为了这个红烧肉跑一趟。别的菜的话可能不值当，跑5公里。好了，我们吃饭吧。我们4个人饭已经吃完了，我们得出一个整体的一个结论，就是红烧肉确实不错，值得来一趟。但是这3个菜，我们刚才女同事讲的3个菜其实都是下饭的菜，但就是吃起来就不下饭。这个菜吧，青椒没有选对，油没有用对，油要用菜籽油、猪油来炒。然后这个干腰合炒的话，味道不突出，然后就是芡裹得太厚，比较平淡。然后这个白肉的话，辣椒油没对，还有这一个甜酱油也没有对，其他形式是对了的，唯一就是这一些，就是都是很下饭的菜，但是不怎么下饭。肉我们吃的精光，干干净净的。好了，我们去买单吧。好，你扫我吗？对，我扫你。 160.6块钱。这家店翻新差不多就是1年多。1年多哈，你原先在哪里？你晓得医馆庙里？哪个？我们老丈人开的。哦。80年的。主要是以红烧肉为主嘛。哦，那个时候的菜比较蒸炒、烧炖啥都有，都是传统菜。好，要得，那我们先走了哈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